很多人把 RTS 看成一条交通线，它带来的变化远不止通关提速。新加坡和柔佛之间的人口、产业和资本正在重新分布，关键不在于人能不能过去，而在于过去之后，柔佛有没有足够的承载能力，把通勤转化为就业，把人流转化为产业流，把短期便利转化为长期发展基础。未来几年，柔佛超过140亿令吉的基建持续推进，影响就不会停留在一条铁路本身，而会延伸到整个柔新走廊的分工重组。这一期聚焦3个重点： RTS 在整个变化中的真实位置，140亿令吉基建部的核心短板，以及双城格局形成之后，哪些群体和行业会受益，哪些会承受挤压。柔佛这轮基建之所以值得关注，原因不在于柔佛突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，而在于新加坡自身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。土地有限，电力和空间成本高，产业持续向更高附加值升级，企业要继续扩张，单靠岛内空间已经越来越难支撑。过去很多人看柔佛，印象比较直接，无非是周末消费、低成本制造，或者承接部分仓储外移的外围配套区。但现在这个定位正在变化，柔新经济特区推进， RTS 建设加快，柔佛州也在同步推动内部交通、电力和产业节点升级。它正在争取的角色已经超出承接新加坡外溢需求的范围，开始朝着能够主动组织增长的区域节点发展。对新加坡而言，这件事更接近一次双城分工的推进，高附加值决策、总部、金融、规则和专业服务继续集中在新加坡，空间需求更大，能耗更高，需要物理扩展能力的环节向柔佛延伸。这套逻辑很现实，核心在于各自把比较优势发挥得更完整。真正需要持续观察的，不是签了多少协议，而是基建能否按时交付，能否形成完整配套，交付之后能否稳定运行。先看交通，但重点不在项目名单本身，而在于整体衔接逻辑。 RTS 解决跨境瓶颈， EART 负责城市内部循环，两者衔接不足， RTS 带来的效率提升就会被城市内部的堵点迅速消耗。工程师、中层管理者和后台服务团队到站之后，仍然面对长时间堵车，或者前往工业园的最后10公里高度不可预测， RTS 释放出来的效率就很难真正落地。所以柔佛州推进的 EART 并不是附属工程，而是决定人流能否转化为有效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。它处理的是落地后的可用性，很多跨境经济合作最容易被低估的正是这一段。外界通常更关注口岸、铁路和通关速度，但企业在运营层面更在意的是员工每天最后10公里是否稳定。短期波动可以承受，长期不可预测会直接影响排班、运营和扩张决策。 RTS 解决跨境通行效率， EART 以及后续接驳体系决定人能否顺利抵达目的地，并稳定使用整套城市功能。这里也存在一个现实风险，对新加坡企业来说，判断标准很直接，未来2-3年内 RTS 和柔佛内部交通网络能否形成连续体系，将决定柔佛更接近长期布局节点，还是停留在成本备选地的位置。 RTS 真正检验的是柔佛承接、分流并稳定转化人流的能力。接下来把焦点从交通转到产业承载力。很多报道提到140亿令吉，最容易形成的印象是投入规模大，前景看起来乐观。但从地缘经济角度看，金额本身并不是重点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投入具体补上哪些短板。柔佛当前争取的也不只是传统低成本制造，更受关注的是数据中心、物流、先进制造和配套服务。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就是对基础设施要求非常高，尤其是数据中心，
几乎是检验一个地区招商质量最直接的行业之一。所以140亿令吉真正购买的是可信度，企业不会为了概念迁移布局，只会为了稳定供电、可预测物流和持续扩容能力投入真金白银。这里尤其要看电力。柔佛近年吸引大量数据中心和工业项目，市场最担心的就是电网和相关配套能否同步扩容。产业项目推进节奏通常快于基建建设，签约消息可以先出现，土地价格可以先反应，市场情绪也可以提前升温，但真正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，仍然是变电站、输配电网络、工业用水、排水系统、园区道路和通信能力。这种时间差本身就是风险来源。项目新闻增多，并不代表价值已经兑现。资本预期先走，基础设施补位滞后，泡沫就容易累积。对新加坡观众来说，这一点尤其需要保持冷静。柔佛目前更像一个正在搭建中的区域节点，还没有发展到成熟替代选项的阶段。门槛不够，柔佛吸引来的更可能是短期投机资本。门槛建立起来之后，才有机会承接新加坡外溢的一部分需求，包括区域云服务部署、仓储分拨、部分电子制造，以及需要靠近新加坡但不必全部放在岛内的环节。这轮基建也不意味着柔佛会替代新加坡，更可能带来分工深化。新加坡继续提供总部、金融、仲裁、规则稳定性和高端服务，柔佛提供更大空间、更低边际成本和更强的物理扩展能力。整个组合能否运转顺畅，最终仍然取决于电力、交通和工业交付能力。最后看最容易被过度放大的概念，双城时代，它确实有形成的基础，但不会自然到来。铁路开通、协议落地、投资宣布，这些都只是起点。真正决定结果的是制度、节奏和功能定位能否长期衔接。可以参考成熟跨境经济带的一般规律，早期通常从成本互补开始，空间和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成本更低的一侧转移，随后进入基础设施互联阶段，口岸、铁路、公路和园区逐步成网，再往后才会进入更高层次的协作，包括研发、资本、人才、供应链管理和专业服务形成稳定分工。柔新目前处在从成本互补走向基础设施互联的加速阶段，更高层次的协作还需要时间。数据中心、部分电子制造、区域仓储、后端支持服务以及部分测试和组装流程都属于这类活动。这样的分工一旦稳定下来，柔佛就不会只是新加坡周边的配套空间，而会逐步形成自己的产业重心和增长极。难点也正出在这里，分工要靠长期磨合才能建立。进入实操阶段之后，问题会集中出现，跨境工作的税务安排、人才双向流动、企业合规设计、柔佛本地住房、交通、学校、医疗和公共服务对新增人口与投资的承受能力，以及制度协同是否跟得上企业运营节奏，这些都决定双城格局能否真正落地。对新加坡本地观众来说，更值得观察的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谁先完成自身角色升级。RTS 和 EART 是否按节奏推进，电力和工业用水是否持续升级，数据中心和制造项目是否从签约走向投产，新加坡企业是否开始把柔佛纳入长期区域布局，而不只是短期成本安排。这些信号同时出现，双城格局才会真正具备稳定股价。所以柔新经济特区值得认真看待，但还不适合过早下定论。 RTS 只是开始，140亿令吉投入也不代表结果已经确定。柔佛能否把跨境便利、城市循环、能源升级和产业落地连接成完整体系，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件事也不只是未来往返新山更方便，它关系到未来10年整个区域的产业地图是否会被重新改写。把今天的判断收束起来，
最值得持续跟踪的仍然是几个核心信号 ：RTS 和 EART 的推进节奏、电力和工业配套的升级速度、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的转化情况，以及新加坡企业是否从试水转向长期布局。只要其中关键环节长期受阻，双城格局的形成速度就会明显放慢。若想继续从新加坡视角看柔佛、马来西亚和整个亚太的地缘变化，可以订阅频道，